早上从房车醒来，随便吃个早餐，看天气挑一块合适的雪板出门滑雪，缆车站刷年票，总共2000多公里的雪道随便滑，滑到下午累了之后就回房车做个简餐，煮杯咖啡工作一会儿，傍晚的时候去附近的酒店游泳，蒸个桑拿放松一下身体，然后回房车上做一顿晚饭，再工作一会儿，看个电影睡觉。一天的花费0元。当然了，这样的算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很多长期的花费并没有算进来。但即使把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算上，瑞士滑雪的价格也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瑞士这个世界上最贵的地方滑雪了整整1个雪季，总共花了多少钱吧。首先直接上数据，为了方便大家更有直观的感受呢，我把所有的费用全部都转换成了人民币。这个雪季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4月份，我往返于瑞士、意大利、法国，总共在阿尔卑斯山里住了4个多月的时间，其中滑雪85天，总共花费48000元，也就是平均每天滑雪的花费大概是500多。这些钱分别花在了雪票、住宿、更新装备、食物和旅行上，其中直接和滑雪相关的费用大概在2万2左右，而食、住、行这些间接的日常消费大概在2万6左右，是不是非常便宜？下面我就把每一类的花费详细的介绍一下，揭秘瑞士滑雪为什么这么便宜的原因了。首先是直接和雪票有关的花费，我雪季大多数时间都在瑞士的 Magic Pass 包含的雪场里面滑，所以大部分的滑雪的雪票价格都包含在这个年票里面了。Magic Pass 简直就是欧洲性价比最高的滑雪年票了，它包含了瑞士西南部50多个大大小小的滑雪场，总共有2300多公里的雪道，持续1整年的时间，而且可以冬天滑雪，夏天徒步，更重要的是超级便宜。Early Bird 早鸟价1年只要399法郎，也就是不到3000人民币。我去年买的比较晚，已经涨到4000多了，但还是非常划算。额外加2000元就可以享受1年10几家雪场的温泉酒店，无限量的温泉和桑拿的服务，滑得多的话几乎是必选。如果你只是在瑞士滑雪，这些就是你1年所有的跟滑雪雪票有关的支出了。不过因为这个雪季我和朋友去法国、意大利一些其他的雪场滑雪，所以又额外多付了一些这种临时的雪票。这些其他雪场滑的加起来不到2周时间，可花的雪票的费用已经几乎赶上这种 Magic Pass 的年票了。接下来就是装备了，滑雪滑得多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些装备的消耗，比如说雪板的弹性减弱呀，雪鞋变得越来越松啊，固定器变得反馈没有那么明显呀，还有一些滑法，比如说滑野雪的时候经常会滑上板底，刻滑的时候特别磨手套等等，把板上的最外的那一层完全给刮掉了。但更重要的是，滑雪的过程中你总是会不自觉的想体验一些更新、更不一样、更好的装备，所以装备这条路花费永远是无止境的。这个雪季我在已经带了好几套装备的情况下，还是买了整整一套的雪板、雪服、固定器，然后好几副手套等等，在装备更新上花了差不多1万多。这个花费其实是非常少的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雪场教过好几个雪具店的小哥滑雪，所以他们总能给我留一些比较好的装备，给我最好的折扣，还经常能帮忙免费打蜡，所以这一部分实际的花费可能会比这个要高一些。接下来就是住宿了，在瑞士滑雪，住宿其实是最大的一笔消费，但是在这1个季度的滑雪中，我只花了大概8000多块钱。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自己的房车里面。瑞士雪场对房车真的非常友好，几乎所有的雪场都有房车营地，有无限量的供水供电，再加上有 Magic Pass， 可以去附近的酒店洗澡和桑拿，房车里面有柴油暖风机取暖，住起来相当舒服。因为我在车顶装了6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所以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也不一定会停在房车营地，而是去一些风景更好的停车场，这样每天早上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雪山上那日照金顶的第一缕阳光，和日落时天边粉红的晚霞。下雪的时候云雾缭绕，天晴的时候黑色的山体和白色的雪构成一幅写意的水墨画，实在是一番难以忘怀的体验。再接下来就是吃了，这一点呢，可能是在瑞士滑雪最不尽人意的一点了。我感觉瑞士也算是欧洲的一个美食荒漠吧，尤其在雪场里面更是没有很好的吃的。瑞士食物呢，以奶酪和面包为特色，然后搭配一些牛排、猪排这样的食物，
对于一个习惯中国中式口味的胃呢，长时间来说其实不是特别习惯。而且周围好评最高那些餐厅卖的基本上都是披萨呀、汉堡啊这些，只能说可以吃饱吧。但好在房车里面做饭倒是很方便的啊，我大多数时候也在超市买菜，自己回去做，这样下来食物上其实也花不了很多钱。不过虽然主食不怎么样，但零食真的很丰富。瑞士的巧克力有多好就不多说了，抛开像 Toblerone、Lindt 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本地的小超市也可以买到很多小众的巧克力品牌。尝试了这么多之后，真的没有一个让我失望的。还好每天可以滑雪，不然这么多热量真的难以消耗，想不长胖实在是难呢。最后就是旅行交通了，在这一块呢，我把一些其他的杂项，像滑雪的保险呀，然后路上的 WiFi 全部都算在这里，总共加起来也是1万多一点。因为开着房车，所以大多数时候的旅行费用呢，基本上都是柴油和过渡费，所以总共的花费也不是很高。开房车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滑雪的时候，可以在想去其他雪场的时候，随时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在雪季中期还回过一次伦敦，因为懒得将车一路开回来，所以就把车停在了机场2周，然后坐飞机往返，其实也很方便的。好了，这就是我这一个雪季在瑞士滑雪的全部花费的细节了。虽然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典型的瑞士滑雪的消费，但我是希望这里面的一些信息对你计划你的下一次旅行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如果你还想了解瑞士当滑雪教练收入的细节，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也可以再做一期这样的视频。那我们下期再见了。